大家好，我是小白。今天我们自驾從上海来到了蘇州的東山島。這裡呢，一面是太湖，一面是青山。東山島呢，它不是島嶼，是太湖東岸伸進湖裡的狹長半島。這裡不僅是明茶碧螺春的家鄉，還可以來採摘白玉枇杷和楊梅，品嘗美食太湖三白。現在呢，大家就跟我一起來個環島遊，欣賞風景，品嘗美食。當然還有別忘了點讚哦。從前邊左轉就是東山景區，右邊是西山景區。這一片就屬於吳中太湖旅遊區。看到有很多人來自駕，然後這路邊有很多賣枇杷的，大家都下車來買。旁邊呢就是太湖。今天天氣真不錯，可以望到對面的蘇州，看到城市。現在9點42，開了不到2個小時吧，到了我們第一站。這裡就是東山島，對面是東山賓館，旁邊就是我們要去的第一個目的地起源。起源的門票是45塊錢一個人，還不便宜。這裡邊停車場不大，來晚的話沒位置了，所以就只能停到對面的東山賓館。起源俗稱西家花園，1933年西市為紀念其上祖在此迎候康熙皇帝而興建。一進來，裡面有一個大的盆景，一棵松樹。跑到這個島上，然後逛一逛這個園子，人不多，真的是蠻清靜的。前面有一個湖，叫做鏡湖。然後旁邊那個小房子叫做鏡湖樓，那這邊還有一個廊子，跟大家一起逛一逛。然後好像這個起源呢是挨着太湖的，我們看那邊，這就是鏡湖樓。康熙帝巡行東山時，曾在這個楊梅樹下問梅。上面還有一個小亭子，這邊的亭台樓閣還蠻多的，也有小橋。這邊還有小橋，然後對面是用竹子吧。走到這個湖邊上，哇，這就是太湖。然後那邊還有一個亭子，旁邊這個應該就是東山賓館。這是蘆葦蕩，湖邊的風還挺大的，大家能看到這個湖水，感受一下。現在我們走到這個裡邊的亭子看看去，有一個全景圖，然後一些介紹。96年，李光耀、柯玉芝寫的，這是一個美麗的地方，永遠使人心曠神怡。上面這個光豔萬丈，就是當年康熙賜的匾。然後前面呢，這個就是御碼頭，也是當年康熙巡遊東山登船的地方。御碼頭，這風呼呼的。还有一個小假山。看到一棵枇杷树，那上面还没黄呢，都是綠的。
據說東山呢也是碧螺春的产地。这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镜湖楼，它这里边是卖一些太湖文创的。这是镜湖楼里面，这边就是一些文创。其他不要，实惠一点。镜湖楼的旁边还有一个小廊子。这下面都是睡莲，还没开呢，没有花骨朵，估計也快了。這棵是石榴花，開的也挺好看的。現在前往下一站。賣枇杷的就是在枇杷樹下賣。還好今天有點風哎，要不我感覺現在這個天氣出來旅遊也蠻熱的。昨天上海發布了這個消息，是上海正式入夏了。這邊就是東山的算是鎮上嘛。然後第二個景點我們要來的就是這個雕花樓，對面也有停車場，自駕還是蠻方便的。但是出了上海之後，我發現這個交通啊真的是太糟糕了。門票60元一位。湖中太湖的導覽圖，我們今天開車路過這邊起源，然後這樣一直來，我們現在到了這個雕花樓了。那麼接下來呢，我們吃過午飯之後再繼續往下走，這樣環島。然後最後我們會住在這個陸相古村。那麼我們現在先不進去逛，我們先在旁邊這個雕花樓賓館吃午飯，因為畢竟已經11點多了。對面就是雕花樓裡面，雕花樓賓館裡面的食府。這時候應該也沒什麼人，很典型的就是賓館這種餐廳。它這邊應該就是他們的自助早餐的這個區域，我們就坐在這裡吧。旁邊吃飯的全是上海人，然後這邊有幾個套餐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然後我們點了一個228的，然後又加了一個這個松鼠桂魚，因為上次在西塘吃松鼠桂魚沒吃到，所以還是想嘗一嘗，據說也是這兒的特色。就是這家店收錄了14年，據說評價還可以。這裡面就是包房，人家的涼菜已經上了。這個茶也蠻有特色的，這是紅茶，然後裡面那個是枇杷花。這是上第一套菜，銀魚炒蛋，這個蛋包裹着銀魚。然後顏色也蠻好看的。清炒時蔬就是一道空心菜。銀魚炒蛋好吃嗎？點頭，說好吃還是不好吃？哇，這個是白魚。太湖3白，老二，第2白。很多觀眾朋友問我是不是左撇子，大家看一下，左手吃飯。白魚，很鮮美的，比陽澄湖的好吃。好吃好吃的，但是它會有一些小刺兒，刺很多，刺兒很多。大家看一下，它就是有這種小細長的這種刺，但是相對來說，我覺得還是不是特別的難摘，還可以。太湖3白，我們來問一下上海人有哪3白？來，侬講。白絲魚、銀，還有這個白米糊。就是
银魚，然後白水魚，白水魚，還有白米蝦，太湖300。上菜的功夫坐满了。这是我们点的硬菜松鼠桂鱼。哇！这个麻烦帮我换小的吧，这2个可以吗？可以。啊，谢谢啊。它这条松鼠桂鱼的造型好像跟我们之前看的有点不一样吗？感觉这条鱼也蛮大的。然后上面还放了一些手剥虾仁。哇！哇，这是手剥虾仁，这么多，好晶莹剔透，量蠻大的。給大家崴一勺。來，謝謝。最後一道湯，三絲純菜湯。這個菜呢，純菜，像荷葉一樣的，它就是南方所說的這個水八仙之一。這個很清的這個湯啊。這個純菜呢，它又叫做水葵，口感上就特別的，怎麼形容呢？就是特別滑溜，一嘬就到嘴裡去了。然後它是這種潤肺的、健胃止瀉的。第一次吃，我真的是第一次吃這個。進嘴裡呢是滑溜的，然後咬一下呢就是這種咯吱咯吱的，有脆脆的這種口感。它的松鼠桂魚是100多一斤，這條魚蠻大的。然後最後價格，這條松鼠桂魚是269，總價是497，比想象中貴一點。這條魚。吃過午飯之後，我們去雕花樓裡面轉一轉。建於民國11年，為東山富商、民國上海棉紗大王金熙之宅地。這邊有它的平面圖，也是這種園林的。然後據說有很多很精美的這種房子建築，包括有各類的雕刻。從這邊進去，門票呢也是60塊錢。東山這邊的這個景區啊，門票確實不算便宜，也是蘇州園林的這種感覺。這裡面有小金魚，然後睡蓮，哇，這蓮花都開了，成片成片的。往前走的話，就是到雕花樓、狀元府茶樓。咱們就在這個午後逛一逛。這邊是白色的睡蓮。嘿，我發現遠處有一景，跟大家一起看看去。這棵樹都結滿了這個枇杷。能看見嗎？這枇杷樹這葉子是這種長條形的。看看，但是這邊感覺還沒熟透呢。這有一個大的影碑，雕刻大樓，旁邊是狀元府，在影碑後邊，這就是雕花樓了。這個叫照壁，它這個影碑還不是一面牆的，這裡面是一個凹陷的。這裡面就是雕花樓，哇，大家可以看到這個非常非常精緻，還有繁多的這種雕花。首先我們看到這個，這有馬，然後還有兵器。再看一看這個門，
這個有點像我們之前在那個网师园，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记得，也有这种门的这种石雕。东山雕花楼又名春在楼，始建于1922年，由上海棉纱商人金锡之、金直之兄弟为母亲建造，历时3年竣工。其名取自清代诗人余岳“花落春仍在”的诗句。看这个门，这里面用这个装上玻璃保護起來了。哇，這個大廳的梁柱、窗軒雕刻的是《三國演義》，還有24孝、86對鳳凰。在這裡，我們所見之處都有雕花。這個叫做雕梁畫柱。哇，這後面它是有2層，然後上面好像還有1層。看了這個介紹，才剛剛理解小白站那個位置看到的，就是我說了一個好像有一個3層。大家現在跟我鏡頭感受一下，什麼叫做明2層暗3層。我們現在站在這個天井裡面呢，大家可以看1層、2層。那麼我們往遠處站，它的3層是縮進去的，所以叫做暗3層。大家有沒有看到？該建築以磚雕、木雕、石雕工藝著稱，木刻浮雕由香山藝人周雲龍創作，題材涵蓋《三國演義》、24孝等傳統故事。門樓雕刻福祿壽喜財吉祥紋樣，因工藝精湛，被譽為江南第1樓。這個叫做唐明，晚清時把清唱昆劇和演奏時的樂池稱作唐明，一般都是在大戶人家的這個後廳裡面。這裡就是它的一個小花園，哇，特精緻。是一個小池塘，抬頭再看看外面的建築雕花。就是我真的太喜歡這種就是蘇州園林這種景致，比如這邊可能再種2棵這個芭蕉樹，下了小雨兒，感覺特別好。這牆還不能太乾淨。園林內的孩兒蓮、古紫薇、古檀香梅被譽為江南園林3大奇樹，太湖石、動物園、假山為香山幫古建石刻的代表作品。200年的紫薇。假山石。還有這個150年的含笑，370年孩兒蓮又稱肉桂。再往後面走就是廚房和餐廳，然後這邊可以上樓，一會兒我們上樓看一看金家的餐廳。這後面就是廚房，我們上2樓去看一看。這裡也有雕花，這裡就是2樓。那從2樓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暗3層，滿眼的雕花。這是金氏兄弟的名片。2樓這些房間呢，基本上都是一些攝影展。從這兒望下去就可以看到這個小花園。老爺房旁邊，這就是大少爺房，它這挑高特別高，比後面那個要高。據說這個少爺書房裡面的這個沙發，還有彩色的
窗棂都是当年从法国进口的。在前厅旁边还有一个暗壁，这里面放了当年主人的一些什么银票啊之类的。哇！在雕花楼旁边就是状元府邸，这就是状元府，是东山明代状元，建于明朝初期，其實就是狀元的故居。狀元卷第1甲第1名。这個是當年的作弊小抄。名城古酥、碧螺春茶、東山枇杷、大閘蟹、絲綢，還有狀元都是特產。這就是狀元府邸和雕花樓，他們兩個也是連通着的。下一站我看我們是不是要去這個紫金庵，或者去碼頭看一看，因為這個碼頭還可以到三山島。這個季節應該是東山的旅遊旺季，大家都來採摘枇杷，來過周末。我看兩邊還有一些餐廳和賣碧螺春茶葉的。走了幾分鐘，找到一家咖啡店，然後這裡邊還挺有意思，是一個河流，有一些船，這邊正在蓋房子。這個船好像不是那種木頭的，是金屬的。看了嗎？這咖啡店就往裡面走。頭一次來這種，就是這種地方的咖啡店。哎，然後怎麼走啊？哦，原來這個咖啡店在這兒，太有意思了。關鍵是他也沒寫個中文。哎，挺別致的一小院兒。哇！你們這個店還挺難找的，非常難。不過一進裡面就是另外一種景象，就是這個趨勢。蠻不錯的。這上面是看書的地方。有陽台，你可以去看一下。哦，好，哇，這麼多書啊！對。哦，我這個台階全是書，然後上面還有一個陽台。哇！如果自駕來去這個雕花樓賓館吃飯，可以跟他們領這個停車券，免停車費。現在我們要前往下一站。從這邊開始，這一路大家可以看到用網罩起來的全是枇杷樹，防止人家採摘。這個是無人駕駛車運送枇杷的。這路邊有一個賣枇杷的，然後我們看一看。我嘗一嘗可以嗎？我剛才嘗一口，啊？這裡的枇杷25一斤，然後我跟他砍價23，買5斤，然後寄到北京。對，我不直播，我給你推銷一下。等於這是你們的園子採摘的，每家都有。這山上的這個要比下面的好吃，是吧？因為它日照足一點。對，那個土
哦，这个土质不一样，土两样的。我们是黄土，哦，它下面是黑土。哦，为什么西山枇杷是那个青种，它是红土？哦，它是分青种和这个白玉。哎，我们这个白玉种子种到西山去也没有我们西山的好吃的。哦，它这个土不一样，对土质不一样，对，所以它的生长期就是不一样。嗯，这个旁边全是枇杷树。现在的枇杷是刚上市，刚上啊。这个甜的呢，好。这是顺丰快递。哇塞，自动驾驶。这里面就是枇杷树，他们都是从这里面采枇杷。哇，看看都用网罩着。白玉的。刚人家专业的人跟我说，我买这个路边的枇杷不是白玉的，因为斑太多。大家有懂行的吗？就是我们可能以为它路边的大家更淳朴，更那什么一点。你会这么认为？我帮你打快递单贴吧。好好好，先弃掉再说吧，买都买了。我们挑出来的。开了一段山路，我们现在在算山上吧。这个是我们要前往的一个景点，叫做紫金庵。据说这里面的看点就是罗汉像。售票处，我们买一张票吧，30块钱一个人。你好，来一张票。好，30块钱。这个东山的景点真的是每个都收费，30、60，这逛下来门票钱也不少。一进来之后，听到远处的这种钟声。刚刚还在车里想，我刚刚买那枇杷到底是不是被骗了？但是品質確實沒有人家店裡那邊好，他店裡的是35，我路邊買的是25。口感上嘛，好像還真的是有點差別。哎，這邊有一個淨手台，這個還比較簡陋的感覺。這裡面有一個麵店，唐真元年廢後重建，古紫金庵，這個是2025年10月1號才重新開放的。哎，這棵桂花樹500年了，是野獸派供養的。紫金羅漢，這邊是進香的地方，不愧是在山裡面的。我們看兩邊都是這個，這是爬山虎嗎？都是綠植，裡面有一個桂花樹，600多年了。我看這些保存的還是比較完好的。每一佛像的表情都特別的到位，神態各異。在後面呢，這裡面是靜音堂，這邊有鐘聲。上面都是竹林，
平安鐘，铸于嘉庆6年。叫姑姑帮他拍照啊！姑姑对，帮你给我帮你拍照。搿哪能用啊？搿侬就在这里手机旁边。后边这个观音是脚踏鳌魚，它的身後呢就是海浪，還有雲紋，旁邊都是一些仙人、羅漢。這邊的景色還蠻好的，雖然太陽高照，但是有風，挺涼快的。哎，這邊還有個樓梯可以下去，好像後面是一些碑文吧。菊園，有橘子樹嗎？啊，這個是枇杷樹，這是功德碑。這還有銀杏樹。這秋天來的時候，我覺得這邊也蠻好看的。到這個園子裡面，銀杏葉變黃的時候，從這個小路裡面出來之後，就到剛剛我們這個入口了，繞出來了，不大，大概半個小時左右就可以逛完了。對面就是江南茶文化博物館，這個應該不收費了吧？還有個愛心茶水，那主要是介紹碧螺春的。碧螺春茶原產於蘇州太湖的洞庭東西山，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歷史。以前叫做洞庭茶。碧螺春這個名字呢，也是康熙南巡賜的名字。中間是茶聖陸羽，嚯，康熙帝賜名碧螺春茶，色澤青碧，卷曲似螺，採於早春而賜名為碧螺春。這名字蠻好聽的。沒有人，就我一個。最後這邊就是賣茶葉的東山茶廠。錄像古村。現在我們要前往今天我們住的地方。中國茶葉呢？這山上全是枇杷樹，遠處都是一些自建房，估計也有一些民宿。這邊應該是枇杷交易的地方吧？楊灣村。哇，有一種在平潭的感覺。我半路下車，跟大家看一看太湖的風景。雖然有點逆光，但是這種湖面的波光粼粼，還是蠻好看的。哇，太逆光了，眼睛都睜不開了。前面還有一個品茶的地方，就是現在太熱了，估計一會兒太陽下山之後，哎，它是這樣的，上去，然後邊上是枇杷樹。哇，這邊是做熱氣球的，難怪路邊停了好多車。哇，又是一個很美的彎道。